我满心欢的以为今晚男友瑞恩就会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我终于能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推开宿舍门，迎接我的不是惊喜，而是惊吓。我撞见了他和我最讨厌的那个女人正滚在一起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冲上去质问，可瑞恩和那个女人不仅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对我极尽羞辱。他们嘲笑我土气，说我穷酸，甚至骂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威胁要把他出轨的丑事公之于众。可瑞恩却有恃无恐，他冷笑着说，他爸是亿万富翁，就算我嚷嚷出去，也没人会信一个穷丫头的话。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我的心彻底碎了。那些曾经的海誓山盟，他说我扎着辫子戴着眼镜最可爱的话，全都成了天大的笑话。我跌跌撞撞地跑进一家酒吧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痛苦？屈辱和愤怒烧得我失去了理智。我对着空气大喊，今晚谁想跟我走？话音刚落，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不如我来好好照顾你。我一回头就撞进了一双深邃的眼眸里，那是个成熟英俊的男人，比我大了不少，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他劝我别因为别人的话就自暴自弃，可当时的我哪听得进这些，我只想放纵，只想报复。我口不择言地挑衅他，说我要的不是人生导师，而是一个能让我忘记一切的daddy。我以为他会被我吓跑，岂料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那一夜，我彻底豁了出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在陌生的酒店醒来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。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男人，天啊，他的身材也太好了吧！我吓得心脏狂跳，慌乱中抓起他搭在椅背上的衬衫穿上，落荒而逃。然而报应来得比我想象的更快，我被瑞恩出轨的事情不知怎么传遍了整个学校。更糟的是，我以前写的那些少女心事日记被那对渣男贱女偷走，当众念了出来。我成了全校的笑柄，一个没人要，还满脑子龌龊幻想的书呆子。就在我被众人围堵羞辱，百口莫辩的时候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了。当我走进教室，看到讲台上那个新来的客座教授时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是他，竟然是昨晚那个男人。他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那里，浑身散发着不容置喙的权威。他当着全班的面把那些欺负我的小混混，包括瑞恩在内，全都罚写1000字检讨。瑞恩想仗着他爸是校董反抗，结果那个男人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叫了他一声科尔先生。瑞恩当场就蔫了，乖乖地低下头，嘴里还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爸。什么爸？我当场石化，脑子嗡嗡作响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下课后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我紧张的手心冒汗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问我刚才在想什么。我当然不敢说实话，只能支支吾吾地找借口。他却一步步逼近，低声问：是在想昨晚的事吗？还没等我从这巨大的冲击中缓过神来，更大的麻烦又来了。我因为和瑞恩分手，被从宿舍赶了出来，无家可归。就在我拖着行李箱，狼狈地躲在女厕所时，他再次出现了。他好像什么都知道，直接开口说住我家。我跟着他来到一栋我做梦都想不到的豪宅。他告诉我，他妻子过世了，儿子也不住在这里。可当我看到他书房里那张家庭合照时，我差点没站稳。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不就是我的前男友瑞恩吗？老天爷，我睡的真的是我前男友的亲爹！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，借口洗澡想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可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昨晚的气息。等我穿着浴袍出来，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门口等我。那房间里竟然摆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玩具。他问我对哪个最好奇。就在这暧昧气氛达到顶点的时刻，楼下突然传来了瑞恩和朋友们开派对的喧闹声，我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却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在我耳边用命令般的口吻说：以后别叫我教授，如果你非要叫，就叫我爸爸。